有一位98年的姑娘来找对象啊，自己带了6个小伙子的资料，让我来给选一选哪个更适合结婚啊，他好重点发展哪个。哎呀，你搁那选妃呢，我一看啊，这6个呢就是葫芦娃呀，各有各的长处，有的很帅没钱，有的是有钱不帅，有的是有地位但家里条件差，还有一位挺有意思啊，就是太有钱了，7套房，他又不放心，他就问我该选哪个啊。今天呢，我们不讨论骑驴找马养鱼这事儿，我想说的是啊，很多人压根儿不会相亲啊，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该找什么样的。阿姨，我今天啊，学院池里放假，跟你们唠唠啊，相亲到底该怎么相。首先，你相亲之前，你要清楚你相亲是干嘛的，不是玩呢，是要结婚，对吧？既然结婚，那你相的一定不是条件，一定是这个人。相亲呢，是你要去展示自己，了解对方，确定他是不是你要结婚的那个人啊。如果是，那我们就谈恋爱看看；如果不是啊，那就及时止损。哎呀，好多人谈恋爱啊，天天想着哎呀吃啥喝啥，旅游看电影，整天啊宝宝乖呀，那是情呀，哎呀就这个，拜托啊，那是玩伴，不是说能跟你过一辈子的人。你看看那些爹系男友、娘系女友的，哎呀祖宗闺蜜系的，你扪心自问一下啊，大家都是普通人，谁能够掏心掏肺这样对你一辈子啊？别相信真爱，那大多数都是鸡汤的，现实生活那可比电视剧精彩多了。有些人打着真爱的名义啊，就算自己性格很差，脾气再不好，对方只要不包容，那就是不爱。进入婚姻，你会发现爱情只是导火索，绝对不是婚姻的全部。它的主导地位会越来越被削弱，将会被亲情和合作关系取代的。决定这段关系啊是否能够完全走进婚姻的，一啊是你们的经济基础，二是你们俩的人生价值观，这才是决定婚姻的长度的。经济基础呢，就是你所谓的能接受他的物质条件，是否有稳定的工作和持续的收入，这对家庭稳定很重要。有些不思进取的人啊，只爱抓这一个点，要车要房，眼高于顶，贪图别人的东西，自己要啥啥没有啊。咱就不说那些人了，说点正常人啊。找到这个人之后啊，彼此互相很有好感，那就谈恋爱看看，不要整天的慢热矜持爱答不理，这些啊就是不喜欢，那就赶紧换人。谈恋爱具体要谈什么？首先呢，你要了解对方的家庭，双方的教育背景，各个方面能不能融合到一块儿，这个是很重要的。再有啊，基本的人生观、价值观这一块也特别的重要。你最在乎什么？哎，你的底线是哪里？哪些是不能碰的？他的底线又是什么？你们彼此之间性格呀，是否愿意去包容、理解、认同的将来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如果一个人在精神世界里啊追求高大上，而另外一个人则是极端的物质化的存在，我可以断定你们俩根本过不到一块去。谈恋爱啊，是让你看你能不能接受他这个人的脾气、性格、习惯，你们的相处模式，你是否喜欢？那不是很喜欢，你能不能去忍受？他身上最喜欢的东西和你最讨厌的东西，哪个才是最重要的？你要去衡量这些东西的。生活习惯是可以磨合的，哎呀，你吃辣，他吃甜都可以的。他打呼噜你也能适应，他懒你勤快也可以接受啊。可大脑里面这些思维意识是很难磨合的。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基本的东西都已经成型了。你要记住一点啊，所谓一方愿意为另一方去改变，凭什么呀？爱你啊，一辈子吗？哎呀，别搞笑了，这真的不亚于一次轰轰烈烈的给你洗脑一辈子。有些观念是改不过来的，成年人嘛，只选择不教育。最终能够和你长时间生活在一起的人，他的车房条件，他的外貌长相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和你在生活方式、情感模式、脾气性格、层次以及阅历大体相当的那个人。所以啊，不要去相亲把对方的条件看得太重，一定要把这个人看得很重要，看一看他的人生价值观呀和你是否对等。还有啊，奉劝那些一天天不思进取还幻想着去找那完美另一半的人，认清楚现实吧。不要自己什么都没有就想找那什么都有的，整天说自己单身的原因呢，就是宁缺毋滥。想想真的有点搞笑啊！凭什么人家完美的伴侣会跟你在一起啊？人也瞎呀！兄弟们，如果你还单身啊，希望你能够听我劝，早点谈恋爱，甚至遇到对的人啊，早点结婚。我进入婚恋这个行业已经快有10年了，现实它是真的很残酷的。你在20岁遇到的姑娘呀，多数都是和你同龄的。这个年龄啊，大家其实都在相信爱情，很容易被感动。什么车房彩礼啊，根本不那么重要。或许你只需要对他好，他就愿意陪你啊去住出租屋，陪你一起创业，陪你共患难，愿意对你好。这个时候的感情，其实现实成本是最低的。你们争吵之后分了手，你就会认为在一起好麻烦啊，你想换人或者干脆单身就好了，因为你年轻嘛，所以你是有底气的。但当你25岁的时候，大多数人已经离开校园步入社会，你就会发现呀，社会并不是你想的那么温柔，岁月也不是那么的美好，你就会感到孤独，希望有人来爱你。但你有时候又会觉得很自卑，
好像自己的条件并不是那么优秀，不知道喜欢的姑娘能不能看上你。这个年龄段的姑娘呢，很多都谈过恋爱，被感情伤过，在步入社会工作之后，她们就会越来越觉得面包和爱情好像只有面包才可以吃饱，再加上社会圈子里面的攀比，让她也越发的觉得感情好像没有车房重要。于是她开始想要找工作能力强的、赚钱多的、车价值高的、房子地段好的。虽然这个年龄依然会相信爱情，但好像并不是那么纯粹了，多少会用男人愿意给自己花多少钱来衡量这段爱情。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得需要努力赚钱，买车买房，好娶自己心爱的那个姑娘。当你到了30岁大多数人还是老样子，只不过存款多了几万，甚至还有可能是负债，靠着家里人贷款买上了车房。你开始进入到相亲市场，你就会发现你能遇到的姑娘都已经快30岁了，她们对物质的需求会越来越高，你跟她们去相处会觉得很累，依然觉得满足不了。你的心态有点崩了，喜欢你的你不喜欢，你喜欢的不喜欢你，父母家人催婚，周边人不理解你，你步入到了大龄。其实你也很想结婚只是想找一个自己喜欢的、愿意爱你的人而已。可是现实就是这么难。有一位男士88年的，35岁，在北京买的车房身高180，长相5分吧，不丑，工作稳定，还有副业，每月收入在2万以上，父母退休老家2套房子，还有一个小商铺。结果相亲呢，遇到的都是30多岁的姑娘，他被人挑剔，绝大部分嫌弃他的房子远在外环的，还有一部分嫌弃他月收入太低过不上无忧无虑的生活，还有嫌弃他不是北京户口的，嫌弃他爸妈时不时还要过来住的，嫌弃他的日产车太低档，还是个外地车牌的。当然了，如果他找28岁以下的，人家还会嫌弃他老。也有看上他的，可条件跟他确实相差太远，他也不喜欢。他后悔自己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姑娘不图车房就愿意跟他在一起，那个时候条件没那么好，他觉得想要工作就放弃了。现在想想或许那个时候在一起他早就结婚了。男人年龄越大越吃香，指的永远都是那1%的男人，那是能带领女人跨越阶级的男人，他们不管年龄多大，从来都不缺女人。可我们都是普通人你年龄大不是你不好找，而是你能遇到合适的另一半的概率会越来越低。你30岁你还可以找到27岁的，当你35岁你能遇到的基本都是快30的。如果你还想找年轻的，人家一定会嫌弃你的，这么大年龄怎么还在做梦这些都是现实问题。有些男人年轻的时候相亲遇到的姑娘嫌他穷，没车没房，他又努力的觉得男人事业是最重要的，可到最后事业能成功的人太少了，大多数都是靠着家里人帮助贷款买个房子，买个代步车。那个时候虽然有车有房了，可你依然比不过其他人。婚恋这个市场上是雄竞和雌竞，就是你要在雄性竞争当中有足够的优势，才可以在30岁的这个年龄里面获胜。30岁大多数人的工作开始稳定，社会阶层也开始有了区分，要么拼实力，要么拼家庭，要么你就得拼年龄。如果你实力一般，家庭一般，那就要在最好的年龄里面去遇到一个你觉得不错的人。事业爱情其实并不冲突的，能让你觉得累的，要么工作不好，要么感情不好。说了这么多希望你们明白最好的爱情一定是你在年轻的时候遇到的。如果你现在还在校园，如果你现在还年轻早点谈场恋爱，遇到一个真心对你好的人的话，那就早点结婚。年龄越大你就会发现越难沟通，因为思想不那么纯粹，也很现实。说了那么多，希望你能够懂也希望以后的你有良人相伴，遇到的人能够视你为珍宝，也愿你有一个可以安定的未来。有一对情侣谈了6年的感情，终于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但是女方父母是执意要求是18万的彩礼。女方父母呢说有自己的盘算，一来希望男方家庭富裕能够给得起这笔钱，二来呢是希望给女儿一个保障，万一婚姻有变动，那女儿也不至于什么都没有。女方父母呢也表示自己养大女儿不容易，家庭条件呢也一般，所以不会陪送嫁妆。这位姑娘呢对男友确实是真心实意的，也非常的想跟他在一起。她认为呢男方家庭条件不错，18万呢完全可以拿得出来，所以呢这个姑娘也希望男友能够委曲求全。但是男友却无法接受这个女方父母的要求，认为这是变相的卖女儿，不看任何感情的情分，开口就要钱，将来呢也是没办法跟这样的家人打交道。一气之下两人就闹了矛盾，分手了。讽刺的是不到1年，男士就相亲认识了一位条件不错、长相也不错的姑娘，彼此呢都觉得合适，年龄也大了，于是2个人就结婚了。
男方给这个姑娘的彩礼呢也是18万，女方呢陪嫁了8万和一辆车。那有人就问这个男士，是不是更爱这个相亲认识的姑娘，所以才愿意出钱去娶她？男士说不是，我跟她没有多少感情，只是觉得彼此条件合适，家里满意，相处的舒服而已。他说呢，我给不了人家什么感情，那总得给一笔钱吧，要不别人凭什么嫁给我？那位谈了6年的前女友知道之后非常生气，也很伤心，说自己那么爱他，和他在一起生活了6年，却比不上一位相亲只认识几天的姑娘。18万呢，宁可娶一位陌生人，也不愿意娶自己。而女方的父母也说男士根本就不爱女儿，喜新厌旧，明显就是渣男，害女儿是白白浪费了6年的青春。这个男人就不是什么好人。肯定会有人说这种男人不嫁就对了，不顾及6年的感情，同样的彩礼是宁可给陌生人，也不愿意给相爱6年的爱人，明明就是喜新厌旧的渣男。其实这个案例生活当中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大家呢应该理性去看待这个事情。彩礼其实并不是问题所在，因为男方是完全可以给得出的。问题在女方父母明知两人有6年的感情，却狮子大开口，直接跟男方要18万，想让这笔钱作为女儿的保障。这不是保障女儿，而是自私变相的压榨男方。6年感情，男方对女方的物质上的付出也应该有很多，最后还要18万，那真的不如直接相亲给别人18万。不近人情和一毛不拔的态度其实是男方最不能接受的。不要总拿6年的感情去道德绑架别人，付出呢都是相互的。为什么国家不支持高价彩礼？因为彩礼成了某些人为满足私欲变相压榨他人的理由。还有那种要彩礼是给女方保障的说法，我听了真的觉得很搞笑。请问是保障女方婚后不上班还有钱花，还是保障女方离婚之后手上还有钱呢？如果想要钱的话，那咱就明码标价，买得起咱成交，买不起咱就找便宜的。双方自由恋爱，因为感情走到一起的，那不是简单的买卖，而是双方你来我往，有很多感情投入才有今天。这就好比你出门打出租车，给钱你觉得是应该的，但是好朋友提出开车去送你，你提出呢要给油钱，朋友却说呢按照出租车的价格来收，你心里是不是觉得很憋屈？这不就是又想当那什么，又想立牌坊吗？大家怎么看？好多大兄弟相亲都不会追女生的，你们咨询我的问题，我听了都跟那猴一样抓耳挠腮的急我给你们总结几点这女孩子该怎么追你们得听。要是你不信我那就是你经验太少，不支持你反驳这第一相亲追女生需要的是吸引，而不是付出。真心对你来说很宝贵，他在乎你你的真心才能够算作筹码。如果你本身没有吸引到他的点，你的付出只会被打上自我感动的标签，对方的内心只会越来越讨厌你的。付出的多了，你就会做出很多卑微的事情，甚至可能放低姿态去舔对方，那个时候你在对方的这个眼里你只会大大的贬值。第二，行动你要符合利益最大化的，千万别打持久战，最多3个月，不行咱就撤。喜欢你的姑娘我都见过吃顿饭都能同意的，大多数不用1个月喜欢你的也就喜欢了，不喜欢你的那是各种理由往后拖，拖的时间越长只会增加你的沉没成本，放弃了将来可能存在的爱情。第三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女生刚开始不喜欢你，她以后也不会喜欢你的。有的大兄弟我都觉得特别怜悯你相亲认识一个姑娘，发10句回复1句的，约她对方就说忙，问喜不喜欢呢，对方就说没感觉，相处看看。于是兄弟就努力的去追想着现在不喜欢那是因为刚认识还没了解，以后就会喜欢的。别做梦了，拜托哥们儿，我做相亲这么多年了，日久生情我都没咋见过。该撤岳云鹏追柳岩那出租车那桥段你还记得没？燕子哎呀别自我感动了。这第四，相亲找老婆你一定要看人品，鉴别方法非常简单，就是看他是否是双重标准。比如说我不喜欢爱玩的男人，那你就看他自己爱不爱玩再比如说他喜欢大方不抠的男生，你就看他自己抠不抠门请你吃10会儿饭你抠的连1会儿都不请，这么个铁公鸡付出都不愿意的，你指望他能跟你好好过日子吗？哪来的让他回哪去？喜欢你的姑娘都不好意思让你请这么多次的，隔3差5都会主动送个礼关心关心你的。反而那些不喜欢你的就喜欢男人就应该出钱吃饭这一套说事儿，谁规定的呀？第五
一个女生和你相亲啊，一开始对你很好，很喜欢啊，也很积极，但是后来呀，突然就变得忽冷忽热，那她并不是爱你，只是一时冲动，要么就是有其他的男生出现，她在权衡利弊啊，她也在纠结啊，要选谁呀？要么她之前刚跟男朋友分手，然后你就出现了，还找了个替补啊，现在人男朋友又回来找她了。总之啊，事出反常必有妖，人若反常啊，必有刀，这一点你得好好品。第六啊，相处的感觉很重要。有的兄弟啊，人家要是不喜欢你，你热脸贴冷屁股，你就是爱贴，最后感动了自己都没有感动他。追女生的过程一定是让你感觉轻松愉快的，感觉啊都是相互的。如果你觉得很拧巴啊，尴尬又难受的，那就说明这段感情发展就不对啊。有研究显示啊，人的情绪啊，它75%都是由嗅觉产生的，所以这个嗅觉呢，它会更加容易的去激发出大脑的一些情感，激发女性对另一半所有的幻想。你看啊，这款小众香水，它里面添加的是雪松、琥珀、宫廷香，就是那种啊若隐若现的淡香，这气味啊莫名的就让人有一种很心动啊、很温柔、很踏实的感觉。这个女生永远都无法抗拒那种很温柔、很踏实的男生，而且它的瓶身设计啊都很漂亮，拿起来都是蛮有重量感的。打开这个瓶盖啊，你可以啊少量的喷一些到这个袖口啊、手腕或者是领子上面，而且你一直啊喷这一种味道，就会让女生啊对你这个身体上的气味啊产生一种依赖感，让她觉得哎呀这个味道就是你身上很独特的味道，感觉啊一下子就上来了。相亲除了条件合适啊，一定要多问问自己感觉舒不舒服，如果不舒服啊，兄弟啊赶紧撤啊，凡事点到为止，这些理啊大家得自己悟，哎呀别总是问我，让我觉得哎呀替你们着急啊，这些都是别人栽过的跟头，你可别再往坑里跳了啊，保点命。哎呀，给人牵线说媒这活是真不容易啊，没个健康身体你根本干不了这活。有一对单身男女啊，年初好不容易相亲成功了，哎呀白天还没到啊，这5一出去旅个游回来就慌了，听得我那心是拔凉拔凉的，跟你们唠唠看看谁对谁错。这第一天呀，俩人定的早晨是8点半的飞机，人姑娘呢因为前一天和闺蜜啊玩的有点嗨了，一觉睡到了11点，这男士他怎么也联系不上这个姑娘呀，这个飞机就给耽误了，钱白花了，这给男士气的一通电话劈头盖脸的给说了好几句。人姑娘可听不得呀，哎呀你竟然敢骂我，老娘不去了。男士一看呀，这出去玩的吃喝拉撒，这机票钱全花了，这不去更白花了。没法呀，这男士啊就从机场打车回来又去找他，哎呀又哄又劝啊，两人又和好了，花了高价钱订了当天晚上8点的飞机。女友化妆打扮2个多点，男士心里那个恨呐，哎呀是喜欢啊，他心里就一个念想，旅不旅游的不重要，别吵架别吵架啊，忍到底。坐飞机一路呢还挺顺利，刚到了酒店呢就开始闹腾啊，哎呀酒店位置太偏僻了，房间太小了，要换一个带星的。男士解释说呀，住这个省钱，承诺省下来的钱呢吃好喝好，这才作罢。然后呢就是吃晚饭，这姑娘想去一家饭店啊，男士啊就糗着那20多公里啊太远，打车太贵。这姑娘一听啊就不愿意了，咋的我来旅游了还得计较那3瓜2枣的。男士听完呢就寻思，哎呀忍一时风平浪静啊，打车去了。谁知呢这天是不测风云的啊，店儿给关门了，女友又给他一顿数落，怎么不在出发之前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就这样两人就坐在店门口啊，搜附近的美食，搜了1个多点啊，终于是有姑娘满意的了。哎，凌晨1点多吃上了晚饭。第二天啊，两人又因为去哪里吃饭，这个景区坐不坐车，哎穿什么衣服，哎呀妈呀态度不好，语气不对，拍照不好看，东西买不买，不停的吵了好了吵的，听得我那耳朵哎呀瓜子真的嗡嗡的。第3天呢，中午两人在景区里啊准备吃饭，一问呢一盘土豆丝啊要58元。男士疼的呀，拉着女友说呀，哎呀我们出去吃吧。这姑娘一听不行，我就要跟这吃。于是呀这俩人就吃了2个素菜加1个汤，花了200多。结完账，男士心情瞬间不好了呀。女友一瞅啊，你这什么态度啊？觉得男士对他呢有意见，不爱他，对他太抠。男士这会儿啊也不忍了，说一会儿出去吃怎么了？再说你要吃的我也给你买了，怎么就抠了呢？就这样呢，两人在景区里是大吵了一架，吵得很凶。女方呢扔下东西就走了，男士气的呀，他也没心情旅游了。回了酒店呢，发现女友在这儿，一进门啊，这女友啊就提分手，说旅游见人品，两人不合适，让男士啊立马就走，不想见他。男士这脾气也上来了啊，收拾好东西说走就走。当天晚上这姑娘也回来了，第2天呢给这个男士啊打电话，哎呀就有些后悔啊，觉得自己做的也不对。谁知人男士啊直接挂了电话，发了条信息啊，说以后别联系，就这样给他拉黑了。气得他是找我一顿唠啊，男士是这也不咋地那也不行的，
我是真没忍住啊，有的人性格真的是要人命啊。我给你们推荐一个很好用的工具，只要输入生日就能够给你提供一个全方位的人格分析。这你的性格弱点和闪光点是什么呀？你的最强天赋又是什么？这原价29.9块的，我给大家放粉丝专享福利，现在就可以免费测试，限时1个月。相亲用这个可以避免遇人不淑入口呢我就给放在了评论区的置顶大家抓紧时间去测一下。我是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都说这旅游出去回来就分手我给你们总结一下这分手理由我迟到了，你竟然不愿意等我，你对我没耐心，分手。出去旅游，你竟然让我走了好多的路，你根本就不爱我，分手。你订的酒店太差了，吃的饭太便宜了，你这就是抠门货，分手。下雨天我的衣服湿了，你真的是非蠢即笨不知道准备伞，分手。什么都要问我，一点主见都没有，渣男，分手。那么早就叫我起床呀，妈，困死了，不顾虑我的感受，分手。人生不易且行且珍惜吧。一位母胎单身多年的男士这2天遇到了一个比高考还难的考试。周末呢，跟相亲女士出去玩了1天1夜，回来这个女士就说了不合适。她是痛定思痛就是想不明白这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这样的男士今年是28岁，母胎 solo 多年，性格是比较腼腆的，是一名程序员。那上个月呢，家里给介绍了一位同岁的姑娘，做设计的。这个2个人呢，在这个月已经见了3次面，都只是简单的吃饭，偶尔呢去看看电影，彼此是都有好感，但呢也只是就是朋友的关系，突破不了。周4的时候突然这个姑娘就跟这个男士说周末想去威海玩，希望男士陪着，计划周5晚上走，周6晚上回来，说晚上走可以省时间。这男士听完就答应了。就这样呢，男士回家上网是各种搜这个威海好吃好玩的，做旅游攻略。男士把这些事也跟自己的好哥们说了，这好哥们就给他说了一句话，你得好好表现，这姑娘明显就是考验你的。男士听完这句话他就记心里了，怪不得突然单独约我出去，这莫不是故意考验我人品呢。说完呢，他就赶紧把原先给女士订的经济房改成了豪华大床房。那为了省钱自己订了一个特价房。你说这男人真的是特别体贴，我都有点觉得很温馨呐。这周5就到了嘛，这男士就去接姑娘去威海，路程呢大约是2个多小时。这路上也是有说有笑，蛮开心的这一路到了晚上，这2人就去路边买了一些这个烤串和菜去了酒店，准备按照计划入住。谁知道女士说自己忘带身份证了，就没法去开房间，不行的话就要一个套房，用男士身份证入住，就是那种一个大屋里面2个卧室那种。男士一听就让女士放心，别着急，我去前台给你问问，我想办法解决。这去了前台一问呢，人前台说没身份证可以登记一下，现在公安都联网，是允许入住的。就这样2人按照原计划女士住了豪华房，男士住了经济房。这住下之后2人就在这个女士的房间里面吃饭，毕竟豪华房间大嘛。吃饭的这个功夫这个姑娘就说辛苦1天了，要不喝点酒吧。男士一听就想着这女人一般都不太喜欢男人喝酒，这明显就是故意让我喝酒来考验自己的。他就赶紧跟姑娘说自己不会喝酒。那就这样呢，2人呢就简单吃了些，聊了一会儿，男士就回房间睡觉了。这个生怕这个印象不好，就也没敢多说几句话。这第2天早晨8点左右他就去这个女士的这个门口喊她吃饭。谁知道人家女士说昨晚没睡好，今天补觉就不出去了。男士一听就有点着急了，那自己订了门票了，是不是今天出来玩的？难不成今天来这是睡觉的吗？这不是浪费了吗？最后姑娘就说说不去了，没有心情，说等睡醒了再说吧。谁知姑娘一觉睡到了3点钟，醒了呢，2人呢就简单吃了点饭呢，就赶紧往回赶了。路上的女士就问了男士一句话你谈过几个女朋友？这男士就说学校里不敢谈，毕业太忙也没时间谈，所以一直呢就没有谈过恋爱。然后女士就哦了一下，全程也没再怎么说话。送女士回家之后没多久就收到女士发来的消息，说2人不合适，就算了吧。男士就懵了自己小心翼翼的做的每件事情都很绅士，也很有礼貌，也没有逾越的地方，为什么不合适呀？为什么不合适呀？男士是想了3天3夜然后想不明白就过来问我。
哎呀，其实啊，这个不合适的原因啊，是男士弄反了女士的真实意思。究竟是想借旅游考验自己，还是想借旅游去发展亲密关系？女士能提出邀约呀，说明对男士还是认可的，也是接受往下发展的意思。这两人可以在恪守礼节的情况之下，把关系啊进行质的提升。结果男士却弄反了，大家怎么看？